有这么一部电影，希特勒被乱枪扫成筛子，复仇用割头皮刀和电影胶卷完成。优雅的恶魔喝着牛奶谈猎杀，而所有英雄都是骗子。无耻混蛋，一部用谎言重写历史的暴力童话。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无耻混蛋是昆汀第一次涉足历史战争题材的作品，是一部战争群戏。它的片名和部分剧情模仿了意大利1978年的同名电影《The Inglourious Basterds》。昆汀早在低俗小说之前就构思了无耻混蛋剧本，前后写了10年。他一度担心这部作品会烂尾，直到他拍完《死亡证据》才信心满满地回头收拾这个野孩子。更有趣的是，饰演大反派兰达的克里斯托弗·瓦尔兹原本几乎被昆汀找疯了，因为很难找到一个能讲流利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又能表演得如此诡谲的演员。直到瓦尔兹出现，这个角色才得以成型，而他也一举拿下戛纳影帝和奥斯卡最佳男配。无耻混蛋不仅是一场影迷的盛宴，更是昆汀对电影能否改变历史的一次浪漫提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潜入这场枪林弹雨与胶片交织的复仇梦境。第一章，1941年的法国乡村，阳光明媚，仿佛战争从未光临过这里。但当德军的摩托扬起尘埃，一切平静都只是表象。这里，昆汀的配乐运用了贝多芬《致爱丽丝变奏版》，由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改编。优雅旋律下暗藏杀机，预示纳粹的暴力杀戮。德军头号猎人汉斯·兰达上校带着一众德军来到了法国农夫佩里尔·拉帕迪特家。兰达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问候，俩人随后进入农舍。兰达称赞农夫佩里尔的3个女儿们非常漂亮，并且亮出了党卫军的身份。落座后要了一杯新鲜牛奶，一饮而尽后赞叹法国的牛奶果然不同，随即要求单独谈话，其他人退出屋外。兰达先用法语与农夫寒暄，营造表面亲和，随后突然切换至英语，形成语言压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隐藏的犹太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因为兰达早已闻到了犹太的气味。兰达审讯时的谈话让农夫喘不过气，农夫随即点燃烟斗抽了起来，试图维持镇定。这场戏长达10多分钟，却没有一声枪响，全靠2个人交谈，吊足观众胃口。兰达娓娓道来，像位语言学家，说老鼠，说鹰隼，说你会不会藏犹太人。每一句看似闲聊，实则步步为营。兰达突然问，我可以抽我的烟斗吗？获得允许后，掏出一支巨型烟斗，烟雾缭绕中，审讯升级。他眼神突然凶狠，像一只猎鹰凝视猎物，问道，你在庇护国家的敌人，是吗？这时镜头缓缓推进农夫面部特写，显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痛苦地承认了藏匿事实，流着泪指出了犹太人藏在他家地板下的位置。兰达确认位置后，音乐逐渐紧张起来，他把门外的士兵叫进来，对着藏在地板下的犹太人一顿扫射，枪声密集，木屑飞溅，惨叫被尘土吞没。扫射之后，只有苏珊娜侥幸逃脱，奔向远方。兰达不慌不忙来到门口，举枪瞄准，却未开枪，高喊再见，苏珊娜。兰达放走他并非仁慈，而是享受猫鼠游戏。他自信能随时终结他，也为后续苏珊娜复仇埋下伏笔。在那场充满压迫与血色的谈话后，镜头忽然切换。第2章，主角团混蛋小队登场。这支由美籍犹太士兵组成的杂军，以割头皮、刻万字等极端手段猎杀纳粹。这支队伍不讲规矩，不给面子，只讲复仇，将2战战场变成了血腥的私刑场。队长奥尔多给出命令，每个人都要交出100张纳粹的头皮。突然，镜头转到纳粹头子希特勒歇斯底里的嚎叫，质问为什么还抓不到混蛋小队，尤其是其中一个叫棒球杀人魔的。这里昆汀以戏谑笔触丑化这位元首，疯狂的咆哮，浮夸肢体语言，将恶魔降格为滑稽演员。希特勒召见唯一从混蛋小队手中逃脱的德军士兵，士兵满脸惊恐地描述奥尔多中尉如何用刀在额头上刻下万字。镜头闪回到法国的一处林中堡垒，
混蛋小队正割着纳粹们的头皮，其中这个被割头皮的是导演昆汀本人，他的戏瘾又犯了。这里有个细节，一把长枪的枪柄上刻着无耻混蛋的英文，正是他们小队的名称，也是电影的标题。3名德军俘虏被按跪在地，奥尔多悠闲地坐下，询问其中一位俘虏，想知道纳粹在此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没想到遇到个硬茬。于是奥尔多重点介绍了队伍中2位令纳粹闻风丧胆的刽子手，他们分别是杀了13个德国盖世太保的雨果中士和喜欢爆头的球棒杀人狂棒球熊唐尼中士，试图恐吓德军俘虏，结果却换来了一句 Fuck you and your Jew dogs。 听到这句，奥尔多愉快地召唤出棒球熊唐尼，伴随着悬疑的音乐，唐尼从黑暗中敲着球棒蹦了出来。混蛋们像欢迎电影明星一般鼓起了掌，他开始了表演，瞄准了俘虏的头，直接一击中棒。棒球熊的处决如同一场血腥的棒球比赛，头骨凹陷的瞬间，血浆喷溅。昆汀用荒诞的仪式感将暴力升华为一场复仇的狂欢，让最美国的运动变成最原始的审判。这时，一位俘虏绷不住想逃跑，被一枪击毙。剩下最后一位俘虏吓得屁滚尿流，利索地交代了情况。然后这还没完，奥尔多用军刀在俘虏的额头上刻上无法除去的纳粹印记，才放走他。第3章，镜头从巴黎一家电影院缓缓拉开，出现了熟悉的身影苏珊娜。4年后，她剪去长发，化名伊莫米尔·米缪科斯，以新身份经营着一家影院。镜头闯入一位年轻德国士兵弗雷德里克·佐勒，一名因在战场上一人狙杀300多名盟军士兵而被纳粹高层捧为民族英雄的超级士兵，同时也是纳粹宣传新片《民族的骄傲》的主演。更讽刺的是，这位英雄看上了苏珊娜，并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一位美丽冷淡的法国女子，却不知她其实是犹太人，那个4年前她所效忠的体制的猎杀对象。佐勒的追求起初近乎笨拙，他守在他的影院门口，试图与他搭讪，说出自己也喜欢电影的一面。他用士兵般正直的腔调说话，仿佛他在展开一场优雅又得体的攻势。但你可以看出，苏珊娜每一次回应都是克制而冷淡的。她并非不懂他的意图，只是在等待，在观察，在咬牙隐忍，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背后的权力意味着什么。佐勒撮合他与纳粹高官的接触，还将他请入了纳粹2号人物戈培尔的圈子。他以为这是一种偏爱，一种特权的保护。而对苏珊娜来说，每一次被看见都是一次身份暴露的风险。一天，苏珊娜被强行带到了一家高级餐厅，她刚进包厢就看到了戈培尔纳粹宣传机器的核心人物，手握德国电影命脉的文化屠夫。佐勒极力说服戈培尔把新片《民族的骄傲》的首映地点放在苏珊娜的影院。戈培尔一边微笑寒暄，一边询问着电影院的规模。苏珊娜极力克制情绪，全程面带微笑附和着。然而就在她以为这一切够荒谬时，门口又走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Landa, da sind Sie ja. Manuel, voici le colonel SS Landa. Il sera chargé de la sécurité pour la première. 那是他4年前亲眼看到的杀害他家人的纳粹犹太猎人汉斯·兰达。这一刻，苏珊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身体绷紧，时光仿佛倒流，又回到了那座被屠戮的农舍。戈培尔的贴身女翻译催着他参加下一个宴会走了。兰达负责这次电影首映的安保，他支开了其他人，单独留下了苏珊娜。餐桌上，一场无声的战争已然爆发。昔日的猎人与猎物如今共坐一席，兰达不动声色地主导了整个谈话。他给苏珊娜点了一杯牛奶和奶酪卷的动作，充满了挑衅与暗示，仿佛在提醒苏珊娜：我认出你了，你的过去我了如指掌。苏珊娜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海啸，这不仅仅是一场饭局，这是一个权力与意志的角斗场。兰达用他那猫捉老鼠般的优雅，享受着猎物在掌心挣扎的快感。说话间，奶酪卷上桌了，奶油也到了。昆汀总是把食物拍得特别美。2人一块吃起了美味的食物，兰达连连称赞美味，开始问起他的影院来历、放映技术等，并且严禁黑人来放映电影，体现了纳粹的种族主义。他语气温和，语调缓慢，就像在进行一场下午茶的礼貌对谈。兰达还递给了苏珊娜德国香烟。这时兰达突然换了一个语气：我本还有个问题想问你。苏珊娜手指一紧，
镜头在他脸上停留，呼吸仿佛停止了。他以为这就是终点了，以为他要摊牌了，但他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我忘了，一定是无关紧要的事。”谈话结束，兰达起身离开。当晚，戈培尔带着一队人员来视察苏珊娜的影院，称赞了一番后，决定把电影首映会放在此地。这为苏珊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她与她的爱人兼放映员马塞尔计划利用这次首映会，将聚集在影院里的纳粹高官一网打尽。他们计划用极易燃烧的硝酸盐胶片点燃影院，将纳粹分子烧死在里面。苏珊娜还策划拍摄一段专给纳粹看的复仇短片。第4章，混蛋小队的电影院行动也同步进行中。盟军一位英国间谍希克斯中尉登场，他不仅是一名军官，更是一位专业的影评人兼德国电影专家。他的任务就是渗透进首映会，与接头人即德国女星实为盟军双重间谍的布里奇特会面，并在影院内安放炸弹。会面地点选在一间德国军人常去的地下酒馆。一行人走入地下酒馆，原以为是个冷清地点，没想到里面有一群纳粹士兵正在庆祝战友的婴儿出生。他们边喝酒边玩着我是谁的游戏，气氛轻松活跃。伪装的混蛋小队勉强找了个角落落座，但命运不肯放过他们。双面女间谍布里奇特向盟军传递情报的时候，那位刚刚成为父亲的中士主动过来敬酒，向他索要了签名后依旧纠缠不休。希克斯终于忍不住了，怒斥了这位中士。由于言语过于激动，不小心暴露了他的口音。坐在角落里的盖世太保海尔斯特伦少校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出于职业直觉出来主动问话。他问起希克斯的口音，又试图探寻他们的身份、任务，最终提出加入他们的牌局喝酒。海尔斯特伦少校提议也玩一局我是谁的游戏，整个游戏的本质就是我是谁，我伪装成谁，你们能否识破？这正是间谍战的核心本质。而此刻正有3位伪装成德国人的盟军特工坐在他面前。海尔斯特伦让他们玩这个游戏，像是在说：你们在伪装，我也在游戏，我看你们能演多久。这时候雨果内心已经非常煎熬了，他不善言辞，这种游戏仿佛无数的皮鞭抽打在他的身上。游戏中贴的名字也有讽刺意味，比如其中有人贴着 Brigitte Helm 布里吉特·赫尔姆，是德国无声电影时代的著名女演员，在纳粹掌权后退出了电影圈，远离政权宣传。她象征着拒绝纳粹艺术操控的良知。对比影片中布里吉特这个角色同样叫 Brigitte， 但选择与盟军合作背叛纳粹，有镜像之意。G.W. Pabst 乔治·威廉·帕普斯特是德国著名电影导演。纳粹上台后，他短暂被纳粹拉拢，后来又远离德国主流宣传电影，显示出角色对德国电影史的了解程度。如果有人连这个都猜不出来，就说明对文化历史认识不够，是文化压力测试的一环。马可·波罗 （Marco Polo） 是13世纪的意大利探险家，他代表外来者、观察者、旅人。对坐在那里的英国间谍希克斯·马克思而言，他正是旅人，一个冒充本地人的外来者。所以这个名字其实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这个角色的真实处境。金刚 King Kong 是1933年美国电影中出现的巨型猩猩角色。在纳粹宣传中， King Kong 被认为是对异族原始野性的象征，这是纳粹种族主义对非白人文化的投射与妖魔化，表面是开玩笑，实则是对纳粹文化中惧他者的幽默映射。 Brigitte Horny 布里吉特·霍尼是1930年至1940年的德国电影演员，她的名字更接近女主角布里吉特，这是一种角色名称双关。这个名字的出现是对布里吉特的另一个文化镜像，让观众意识到女主角的角色其实是塔伦蒂诺借用了多个历史原型拼贴出的一种对德国影史与政治的戏谑重构。海尔斯特伦故意利用游戏制造语言和文化焦虑，这个游戏看似随意，其实是语言精度、文化背景、认知的压力测试。一轮结束，希克斯不耐烦了，中断了游戏，想找借口支开海尔斯特伦。但作为盖世太保，他的眼神却越发犀利，已经怀疑坐在他面前的德国军官们不对劲。于是他决定请再来3杯酒。希克斯大方举手点酒，用手指比出3，这是全片最经典的细节之一。他用的是英国式3手势，食指加中指加无名指，而德国人习惯的是拇指加食指加中指。盖世太保看到的瞬间，眼神骤冷，
嘴角含笑，实则已是死局。这个手势就像一句话：你不是德国人。海尔斯特伦在桌底掏出枪，混战之后，酒窖只剩下德国士兵威廉和腿部中枪的布里吉特。奥尔多赶到后，让布里吉特劝说威廉交枪，他动摇了。布里吉特用温柔的声音哄骗他：“你不想孩子长大后没父亲吧？”他心软了，把枪放下，想走出那间小屋，突然被布里吉特乱枪打死。混蛋小队带着受伤的布里吉特来到了一家兽医诊所。起初，奥尔多怀疑布里吉特出卖了他们，导致小队损失3员大将。经过逼问，确认是一场意外，消除了疑虑。他们商讨下一步计划。随后，布里吉特把希特勒即将参加电影首映的情报透露给奥尔多。这时候，他们面临一个致命问题：电影首映在即，但现在队里没有一个能讲德语的。奥尔多一咬牙，那就改扮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纳粹见了也得客客气气。再加上德军不会讲意大利语，糊弄起来更方便。画面又回到一片狼藉的地下酒馆。兰达来到现场查看，发现了布里吉特的高跟鞋和带有签名唇印的手帕，瞬间心领神会。第5章，电影首映之夜。随着复仇之乐响起，苏珊娜身穿红裙，倚在窗边望向窗外。红色在这一幕预示着血与火，仇恨与毁灭。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一场由胶片、火焰与子弹谱写的复仇交响曲即将上演。红毯铺地，军帽林立，纳粹高层和各路名流汇聚于此，而他们毫不知情的是，这场纳粹荣耀之夜即将变成血海火葬场。负责现场安保的兰达在高处搜寻猎物，发现了布里吉特带着3位男伴。兰达上前询问布里吉特为何腿上打着石膏，布里吉特谎称是昨天爬山摔伤的，但是巴黎没有山。Ob Sie es glauben oder nicht. 这里克里斯托弗·瓦尔兹的表演细腻到令人发指，他没有演兰达，他就是兰达本身。尴尬之后，布里吉特开始介绍3位意大利男伴的身份。谁知兰达非常精通意大利语，他用流利的意大利语打招呼，3人面面相觑，只能傻笑点头。他假装热情，一边微笑，一边把每个人的假名字念出来，并让他们复读。Gorlami. Scusi, con me? Gorlami. Come si chiama lei? Margarete. Margheriti. 观众陆续进场，兰达笑着放混蛋小队离开，却独独留下了布里吉特。他请他到隔壁房间喝杯香槟。布里吉特知道兰达已经识破了他的身份，兰达温柔地请他坐下，接着他坐在了他对面，要求他把脚放在他的大腿上，脱掉了他的高跟鞋。What's that American expression? If the shoe fits, you must wear it. 下一秒，他猛地扑上去，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他双手乱抓，眼神惊恐、绝望，充满不甘。兰达却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死去。掐死布里吉特之后，兰达抓了奥尔多和另一名小队成员，把他们运送到一间秘密审讯室。他说：“我们谈谈吧，没有指控，没有逮捕，这不是投降，这是交易。”兰达清楚，电影院即将爆炸，纳粹高层全员在场，但他不打算阻止这一切。他想把即将发生的灾难作为自己背叛纳粹的筹码，向盟军换取战争结束后的身份、金钱、房产、荣誉。奥尔多知道他的老谋深算，更知道他该死，但计划不能停下。电影院已经布好炸药，于是奥尔多答应了他，心中早已种下另一种惩罚。电影正在放映中，苏珊娜在放映室与她的男友马塞尔吻别。随后，马塞尔封锁了电影院所有的出口，来到了堆满胶卷的大荧幕后面。复仇计划来到最终时刻。这时，纳粹民族的骄傲佐勒在观众席上坐不住了，去放映室寻找苏珊娜。他没想到苏珊娜并不欢迎他。佐勒终于恼羞成怒，失控般地冲进放映室。
他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对自己始终冷漠拒绝，想强行逼迫苏珊娜面对自己。苏珊娜早已做好准备，在他转身关门的一瞬间，他拔枪连开数枪将他击倒。面对倒地的佐勒，苏珊娜心生恻隐之心，上前查看，岂料佐勒骤然翻身，拔枪连射，子弹击中苏珊娜的刹那，她的身影仿佛一朵骤然绽放的花，凄艳而美丽。两人倒在放映室的地板上，他爱她不够深，他恨她不够狠。放映室寂静无声，唯有投影机仍在运转，电影继续播放着。这一刻，苏珊娜已死，但她的影像还在说话。影厅里，民族的骄傲播放到一半，荧幕上亮起一张熟悉的脸，是苏珊娜·德莱夫斯。观众一片错愕，她的眼神平静，却燃烧着仇恨。她对着纳粹高层说：“这是犹太人的复仇之夜。”马塞尔点燃了荧幕后的胶片，顿时火焰吞噬了整个影院。与此同时，前排的2位意大利人早已埋伏，冲进希特勒所在的包厢，疯狂扫射。一声巨响，整座影院爆炸，这里的一切随火化为尘埃。纳粹死在了他们最爱的荣耀电影中，而苏珊娜死后完成了对整个帝国最彻底的复仇。最后一幕，郊外一片宁静的树林，兰达押着奥尔多和史密特，笑容灿烂，得意洋洋。他刚刚投诚成功，出卖了纳粹高层，准备以战争功臣身份获得自由新生活。下车之后，他们进行了俘虏的身份互换。兰达交还了奥尔多的佩刀配枪，奥尔多接枪后直接崩了兰达的手下，按照惯例割取了他的头皮。兰达惊慌失措，大叫道：“我们有协议，我已经帮你们赢得战争了。”奥尔多不为所动，展现了无耻混蛋的风采。他拔出那把熟悉的佩刀，在兰达额头上刻下一个纳粹标志，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流。他的脸从此成为永远的罪证。在昆汀祖传的后备箱视角下，电影结束。无耻混蛋并非历史，它是一场荧幕上的正义幻想。昆汀不是在还原战争，而是在用电影改写历史，完成现实里无法完成的复仇。在这部电影里，正义不是通过制度实现的，而是通过暴力、燃烧与剪辑完成的。它残酷却无比痛快。从苏珊娜到混蛋小队，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甚至无耻，但他们有一样东西是清晰的：仇恨有火，正义有代价。电影中历史的严肃性被彻底解构。希特勒并非在柏林地堡自尽，而是死于犹太复仇者的机枪扫射与影院烈火之中。这一情节不仅是对二战叙事的颠覆，更隐喻了权力与正义的脆弱性。当暴力成为唯一的语言，历史的书写权便从胜利者滑向更疯狂的幻想者手中。本片以荒诞的叙事告诉观众，所谓的正义或许只是另一种暴力的美学包装，而真正的道德困境往往藏在枪声与火焰的间隙里。汉斯·兰达这位优雅而残忍的犹太猎人是电影中最复杂的反派。他享受心理博弈，以猫鼠游戏的姿态玩弄猎物，却在最后背叛纳粹，试图以交易换取战后利益。他的无耻与精明揭示了人性中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在绝对的权力游戏中，道德不过是可交易的筹码。而当奥尔多在他额头刻下永恒的万字烙印时，讽刺地宣告：罪恶的标签无法洗刷，但伪善的面具终将被撕破。苏珊娜的复仇并非英雄主义的壮举，而是一场自我毁灭的仪式。她将影院化为火葬场，让胶片与纳粹高官一同燃烧，用艺术的毁灭完成对纳粹的终极嘲讽。她的选择暗示了复仇的悖论，在毁灭敌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暴力的祭品。当仇恨成为唯一的动力，救赎是否早已被烈火焚尽？奥尔多中尉以割头皮和刻字为荣。他的暴力既是对纳粹的惩罚，也是对战争规则的蔑视。然而，当他以正义之名行暴虐之时，不禁反思：当反抗者变得与压迫者同样残忍，道德的边界何在？奥尔多的无耻恰恰揭露了战争的本质，在生死面前，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早已模糊。无耻混蛋展现了战争中复仇的循环与人性之恶的释放，最终以其极端的暴力美学揭示了通过彻底毁灭旧有秩序来寻求一种扭曲的正义，而非真正的解脱与平静。
它警示我们，真正的解脱并非源于外部的杀戮，而是需要内在的超越。因为仇恨的印记，即便在战争结束后也难以磨灭。当画面归于黑暗，我们坐在屏幕前，心里却不只留下爽快，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昆汀没有还原历史，他在重写一种可能。如果正义无法被制度完成，那就交给电影来完成。本期无耻混蛋解说完毕，欢迎关注、评论、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